こと言われた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ね。子供もだって日本語し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よ。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日本签证政策的改变，导致不少饮食店被迫倒闭的情况。这一集我们要面对更残酷的现实，一位在日本守法30年、买了房、孩子只会说日语的印度老板被宣告拒绝更新签证，限期20天内离开日本。这场席卷日本的签证风暴已经让5万多名日本市民签名要求修改法律。日本政府这次是否真的很无情呢？昨日2時の段階で5万3000筆になりました。絶対にこれは撤回さ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当事者の人権問題です。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就在2026年5月13号，东京举办了一场令人动容的集会，现场聚集了大量的日本民众、律师和外国商家，他们含着眼泪将一张高达53000笔的线上联署书正式递交给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这场抗议的主角是一位叫做库马尔的印度大叔。库马尔在30年前来到日本，当时他原本只想待1年，但日本的风土人情让他留了下来。他辛辛苦苦学日语，融入地方。18年前在埼玉县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印度咖喱店。这18年来，他按时交税，遵守每一项法规，从来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赚了钱，在当地买了房子，2个孩子也在日本出生长大。女儿今年读高3，马上就要面临决定人生前途的升学考试。可是就在半个月前，命运给了他一记重拳。日本入管局突然通知他，你的经营管理签证更新被拒绝了。入管局甚至给了他一个无情的期限，20天，打包行李离开日本。在5月13号的集会上，这位坚强了30年的大叔第一次在镜头前哭诉。私はマニスクマルなんです。私日本に来て30年になります。私の子供たちは日本で生まれ育ち、日本語しかわからない、日本語しかできない日本人友達しかいないのに、インドに帰れと言われて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日本で30年間言葉の壁、生活の環境の違いのとっても苦労してきましたが、同じ飲食店のシェフたちや商工会市役所の人、そしてお客さんに支えてもらいながらここまで頑張ってきました。苦労して家も買いました。子供も高校生です。やっとここまで来たのに、一方的に帰れというの方は人道的のどうなのでしょうか。何でも日本に悪いことしてない、一回も犯罪とか何でもしてない、一生懸命日本人と肩を合わせて日本でいろんな店たちと一緒に日本語わからなくても一生懸命頑張って、何がもちろん日本は日本のルールはある。何がもちろん悪いことするようだら返しても全然問題ないでしょ。それは私は堂々と帰ります。だけど何でも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ですよ。急にはルールは変わりました。書いてくださいと言われるのは、それは人間的にはとてもひどいと私は思います。それはすごい心配で、今の方はここまで来たんで、皆様力返してほしい。それだけです。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问，上次节目不是说日本政府有给3年宽限期吗？也就是到2028年10月，老店家可以沿用旧制度吗？为什么库马尔大叔现在就面临驱逐呢？我们来看这场变革中最致命的法规细节。去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了经营管理签证的法令。在过去，你只要有500万日元资本金，或者是雇佣2名员工，2选1就能拿到签证。到了现在，门槛暴增到3000万日元的资本金，并且必须雇佣至少1名日本籍或永住者的常勤员工，这2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这代表了什么呢？
东京都政府在官方的创业指南上直接写明，在新制度下，外国人如果没有本地伙伴帮忙，想要一个人创业是极度困难的。在库马尔大叔的集会后，相关官员、外国人秩序共生社会推进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发表了讲话。改正前から在留ご指摘の後に言われていた改正前から在留資格経営管理で在留中の方についてですけれども、こちら改正後の認可基準を直ちに適用することなく、3年の猶予期間を設けるなど一定の配慮を行うこととしています。ただ当然誰でもい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ちゃんと適切にされている方のみですけれども、そして引き続き法務省において事業の実態に疑義のある案件については、審査を担当する職員が事業所に出向いて実地調査を行うとともに、改正後の認可基準に基づいて適切に審査されるものと承知しています。担当大臣として法務大臣と連携して総合的対応策に基づいて経営管理をはじめとする在留資格が本来の趣旨に沿った形で運用されるよう、さらなる適正化に向けて検討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没错，虽然官方口头承诺了3年的缓冲期，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综合判断这4个字的弹性漏洞。在实务审查中，官员只要觉得你到了2028年绝对拿不出3000万日元，或者在续签的这一个时间点你刚好没有符合身份要求的员工，他们就可以动用综合判断直接拒绝批出签证。更荒谬的是，入管局在库马尔大叔的案子里曾经对他说，反正你拿不出3000万，不如把签证改为技能实习签证吧。结果库马尔大叔配合了，改了签证。2个月后，入管局又改口说，不对，你名义上是技能实习，实际上做的是经营餐厅的工作，这不符合资格，顺手就取消了他的签证，直接将他逼上了绝路。这就是为什么民间团体痛批，这根本不是在依法施政，而是在用行政手段搞小动作，是在玩弄制度。库马尔大叔的眼泪在网络上引爆了舆论风暴。目前日本社会、在日外国人团体以及政界分裂成了几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以线上联署发起人兹鲁嘎西马塔罗为首的民间力量认为，这已经演变成严重的人权问题与社区危机。许多日本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我们下班周末最爱去的就是巷口的咖喱店，店主很亲切，也准时交税，他们早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政府为了抓空壳公司，却把我们身边的好邻居赶走了，这到底让谁得利了？更有人直言，外国料理店倒闭，连带会导致在店里打工的日本主妇、学生一起失业，甚至连后端的香料进口商、食材批发商都会连带倒闭。这是在亲手拆掉日本好不容易建立的多元饮食文化生态圈。在集会现场，有日本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政策的借口是为了防堵某些特定国家的资金设立空壳公司，但事实上，真正有财力玩空壳公司的黑心中介，3000万日元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用钱就能轻松跨过。相反的，像尼泊尔、印度这群老老实实一碗咖喱饭卖900日元的小本商家，手头根本不可能平白无故存下3000万日元的现金。这项政策在手段上完全是抓错重点，本质上就是一种官方主导的霸凌和虐待。然而，日本网络上也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保守派网民认为，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制度被外国人钻空子是事实，高额医疗保险制度被某些人利用空壳公司来蹭福利，这造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既然修法了，不管你住30年还是50年，拿不出钱，找不到员工，规则就是规则，没什么好同情的。另外，还有网民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位印度大叔在日本30年了，却一直没有申请永住或规划呢？造成今天的局面，难免自己也有责任。对于这个观点，有机会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再跟大家一起探讨。上一集我们看到东京练马区的香港周品店、利木县的斯里兰卡料理店早就已经纷纷贴出告示结束营业了。
这一集我们看到守法30年的老店主被迫跟孩子打包回国，这不免让人想问，日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心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一个健康强大的国家应该是有能力精准的去揪出那些破坏规则的坏人，同时张开双臂保护那些默默奉献守法生活的好人。如果为了防堵犯罪，选择用一刀切的冰冷数字去粉碎那些把日本当成家、为日本社区奉献了半辈子的人的命运，那最后留下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干净的日本，而是一个失去了多样性、失去了人情味，而且越来越孤立的社会。这场签证风暴到底是在拯救日本的体制，还是在慢性扼杀日本的活力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库马尔大叔的咖喱店开在你们家巷口，你会去帮他签下那份联署书吗？你觉得规则和人道之间底线到底应该划在哪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也喜欢这类有深度、有温度的日本时事讲评，请一定要按赞、分享并订阅和田先生。我是 Alex，我们下集再见。